这是一本危险的书，一本把美女看到自杀的经典。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。汤显祖自称一生四梦，得意处唯在牡丹。自问世之日起，就不同凡响，影响广泛。其实当年最火的戏是《西厢记》，结果牡丹亭一出来，就逼得《西厢记》不得不减价，不仅青年人喜欢，即使老年人亦为此曲惆怅。附庸风雅之物，人手一本。尤其很多女读者、女戏迷非常的迷恋牡丹亭，甚至为此枉送了青青性命。据说当年有这么一位才女，据说长得非常的貌美。她看了牡丹亭之后，爱得不得了，就开始在脑海中意淫这出戏的作者汤显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戏的作者，那长得肯定是貌比潘安，一表人才啊。结果后来他就到了西湖的边上去找汤显祖，隔远一看，汤显祖正在一个小亭子里和朋友把酒言欢，近看不得了，吓一大跳。哟，这不就是一糟老头吗？大失所望，伤心欲绝，居然投湖自尽了。然而这个多半是个传说，因为汤显祖本人从未在西湖边上住过。不过有这样的传说流传下来，也说明牡丹亭在女读者中的杀伤力。不过因牡丹亭而死的也是确有其人。据说有一位才女生下来身体不好，挠不下林妹妹的形象，弱柳扶风，老咳血，一副病羲时惹人怜爱的样子。古时候的文艺女青年非常爱读牡丹亭，翻过来倒过去的看，光看还不够，因为是才女嘛，就为牡丹亭写了一本批注，也就是现在的文学评论。身子不好还要写书，于是17岁就香消玉殒了。当时汤显祖本人听说了这个故事，知道这个才女想把这本批注给他，请原作者品评一下。汤显祖还没看到这个手稿就感动坏了，于是一抒情就为这本批注写了2首序诗。当时还有另一个故事，明末初清之时，也有一个才女，终身不易许人，追求者甚多，就是不入他的眼。他看完牡丹亭后就爱上了他的作者汤显祖，才华若此，非君不嫁。但是旁人跟他说，汤老头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而且人家都有妻室了。才女说，有妻室没关系，我愿为才子妇，大概就是做小三，我也不在乎。于是就开始写文学评论型的情书给汤显祖了，一边赞颂牡丹亭如何好，一边抒发自己对他的爱慕之情。汤老头是那时的大牌作家，估计这种情书也很多。反正当时他没有回信，于是才女又伤心欲绝，也投水自杀了。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唱昆曲的名旦叫商小玲，他最擅长的就是牡丹亭里面的惊梦和寻梦，天天演，天天唱。于是有一回入戏太深出不来，演到寻梦的时候哭到停不下来，哭着哭着居然哭死了，这是真事。有句文，有2个女孩子是姐妹花，坐在一起读牡丹亭，读着读着难过死了。这个难过死了不是形容词，是真的难过，然后死了。红楼梦中有一段林黛玉听到一个笛声，这个笛声的曲韵就是牡丹亭的那一句的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我们的林妹妹2行清泪又流了下来。还有一个人名曰顾威明，祖上有钱，有田4万8千亩，酷爱牡丹亭，于是花钱请方圆几里的伶人来给他唱。有一个伶人被要求扮演都丽娘，但是价格不菲，长此以往，不出4、5年，所有的田都卖光了。最后因为拖欠赋税被县官拘捕，于是在牢里面上吊自杀了。说到这里，真的忍不住感叹一句造孽啊！汤显祖《牡丹亭》是文学经典，更难的是它还是那时候的畅销书，越读越迷人，让无数痴男怨女为之生生死死。真所谓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